第1180章炼丹开始。哗！望着天空上突然出现的这一幕，广场中又是响起了阵阵精华之声，一道道震惊目光皆是望着那从萧炎体内涌出的碧绿色火龙，此火居然连对方的异火都是不怕，显然这碧绿火焰应该也是一种异火，而且在异火榜上的名次恐怕比木谷老人的那深蓝色火焰还要排得更前。咆哮的碧绿火龙明显只是冲着木谷老人而去，因此其他的炼药师倒是未曾受到太大的干扰。不过在那咆哮之音响起时，他们依旧还是感觉到药鼎之内的火焰变得暴动了许多，当下脸色皆是微变，面对着身为万火之尊的异火，他们也是相当无奈。高台之上，玄空子等人也是目露讶异地望着萧炎照出的那碧绿火龙，片刻后眉头微皱，略有些疑惑的道：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那黑衣人的异火应该是排名第15的海心焰，但萧炎的那碧绿异火排名应该比海心焰更高，但为何却是令得我感到一些陌生？是有点不太对劲。前15的异火中虽说有着颜色与其靠近者，但仔细对比的话依旧是能够找出不小的差别。美妇微微点头，旋即诧异的道：难道是这小家伙寻找到的新异火？天地苍茫，其中隐藏着无数的奥妙，异火这种天地之物更是异常玄妙。异火榜虽说权威，但也不可能便是说这个世间的异火便只有着那些，因此那位美妇方才会有这般想法。不太清楚，但在那碧绿火焰中，我却是察觉到了一点青莲地心火的味道，但青莲地心火的名次可落后海心焰好一些距离，怎可能会让那海心焰惧怕？那皮肤黝黑的老者也是脸露沉吟之色，道：哼，看来这小家伙的秘密也不少啊，这次的丹会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异火之战可是有好多年未曾出现了。玄空子淡淡一笑，也并未太过深究。闻言，美妇与那名黝黑老者也是缓缓点头。哼！木谷老人瞥了一眼那窜回手中的深蓝色火焰，然后目光森然地盯了远处的萧炎一眼，冷哼一声，便是收回目光，屈指一弹，火焰便是钻进了面前的药鼎之内。现在的他可没时间搭理萧炎，等事后将一切任务完成后，他会好生的照顾一下这令人讨厌的家伙。小挫了一番木谷老人的锐气，萧炎也是淡淡一笑，终于是将目光收回，手一扬，赤红色的万寿鼎便是出现在面前，袖袍轻挥，半空中的碧绿火龙便是闪掠而下，最后直接钻进了药鼎之内。熊熊的火焰迅速令得冰冷的药鼎内开始升温，待得药鼎内的温度逐渐升高，萧炎手掌抹过虚空，一株株药材顿时自那界中飞掠而出，最后悬浮在石台周围。粗略看去，怕至少是有着100种之数。生骨溶血丹这种等级的丹药，那炼制的繁琐程度可是相当之恐怖，若是灵魂操控不过关之人，恐怕光是看着这么多药材便是头晕了，更遑论还要将之以一种精准的可怕的方式炼制而出。在将这些辅料取出之后，萧炎手掌一晃，3个玉盒便是闪掠而出，最后轻轻地悬浮在其面前。玉盒之内便是装盛着炼制生骨溶血丹的3种必备药材。将一切工作都是准备就绪，萧炎的面色也是逐渐的凝重起来。生骨溶血丹是他至今以来炼制的品阶最高的丹药，也是最为困难的一种，若是稍有不慎，怕便是得落个最为凄惨的结局。毕竟炼丹这东西经常会在一念之间从天堂掉落地狱。脑海之中有关生骨溶血丹的炼制之法如同流水般的悄然流淌而过，一切所需要注意的细微之地都是被萧炎牢牢地记于心中。呼，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萧炎微眯的眼眸陡然睁开，漆黑眸中掠过一抹凌厉，袖袍猛地一挥，那盘旋在周围的众多药材顿时分出几株药材，首尾相接地投入药鼎之内。药材一入药鼎，便是在琉璃莲心火那恐怖的温度下迅速枯萎，然后在萧炎那极为强悍的灵魂操控之下，短短10来分钟的时间，几株药材便是分别被提炼成精纯的药粉，最后在萧炎心神一动间，轻轻地悬浮在药鼎角落之处，以最快的速度提炼出第一批精纯药粉。萧炎面色不变，手掌接连挥动，一株株的药材开始接连不断地掠进药鼎之中。然而不管这些药材数量是何等的杂多，但却并未给萧炎带来半点的慌乱之感，而且那进入8品炼药师的好处也终于是开始逐渐地显露而出。在提炼药材时，
萧炎能够极为清楚地感觉到，现在的他几乎只要心神一动，那火候便是会随之改变，然后将那药材提炼至最为精纯的程度。而且最令得萧炎感到惊喜的是，如今这些被他提炼过的药材内，似乎也是隐隐地掺杂上了一丝极淡的灵气。这种灵气虽然很淡，但却是能够那提炼出的药粉品质悄然上升了不少。8品炼药师果然不凡。察觉到这一点，萧炎心中也是忍不住地掠过一抹喜意。不要小看这些掺杂的灵气，使用这些药粉最终炼制而出的丹药，品质绝对会比7品炼药师炼制的同样丹药高上不止一个层次。在萧炎这般近乎迅猛的提炼之下，1/3的药材在短短1个多小时间便是被其尽数提炼成了所需要的药粉以及药液。提炼了这般多的药材，萧炎面色倒依旧颇为沉稳，轻吐了一口气，目光却是转向了面前的3个玉盒，眼中掠过一抹凝重。别的药材可以随他挥霍，但这3味主药材却是得尽量小心一些。屈指轻弹，一个玉盒盖子弹飞而去，露出其内一截碧绿色的枯藤，浓郁的生机从其中不断的渗透而出。这东西正是炼制生骨融血丹的必备品之一——万年青灵藤。望着这节枯藤，萧炎略作迟疑，便是一挥手，将其投入药鼎之内，旋即急忙凝神控制火候。药鼎之内火焰熊熊燃烧，那看似脆弱的万年青灵藤却是在那高温之中未曾有着丝毫的变化。若是看得仔细，便是能够发现枯藤中隐隐有着细微的脸色荧光散发而出，将那种高温隔绝了开去。大凡天地灵物都是有着自我保护的功能，这一点萧炎也并不感到意外。这是一种僵持的活，只要坚持下去，迟早能够把这万年青灵藤给彻底炼化。保持着火候，萧炎眼眸则是虚闭而上，想要将这万年青灵藤炼化，需要的时间怕是不会太短。当然，事实也的确如同萧炎所料，这一炼化便是持续了将近半日多的时间，那万年青灵藤方才逐渐的破裂而开，一滴滴翠绿色的树浆在裂缝之中若隐若现。万年青灵藤表面破裂后，接下来便是要轻松许多。待得萧炎再次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万年青灵藤则是彻彻底底地化成了一团翠绿色的液体，悬浮在火焰之中，犹如具备着生命了一般，缓缓蠕动。望着那万年青灵藤所化的翠绿液体，萧炎也是轻松了一口气，旋即手掌一挥，那漂浮在药鼎角落中的诸多药粉以及药液迅速掠出，然后在他满脸凝重的控制下，尽数投入翠绿色的液体之中。这第一步的融合，萧炎做得颇为完美。在约莫1个小时左右后，一团粘液状的东西便是悬浮在了碧绿火焰之上。第一步的炼制算是完美成功。对于这一点，即便是萧炎本人都是感到颇为意外，但他也明白，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多半还是因为在丹界灵魂进入灵境的缘故，不然换作以往，他即便能够成功，也不会如同现在这般顺利。第一步完成，萧炎略作休整，便是再度全神贯注地将心神投入了后面更加繁琐的炼制之中。天空之上，众多石台悬浮，在石台中，所有的参赛者此刻皆是面色凝重地控制着火候，炼制着各自药鼎之内的丹药。整片天地以及广场都是颇为的安静，无数道目光皆是汇聚在天空上那些忙碌的身影上。他们在等待着那最后一天的到来，因为那一天方才会是丹会最为高潮的时候，而丹会冠军也将会是在那一天出现。等待虽然枯燥，但为了那或许是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时刻，一切都是值得的。